第33章，乔的日记。纽约，11月。亲爱的马米和贝斯，虽然我不是一位游历异国他乡的优雅贵妇，但我有很多事想告诉你们，所以我要为你们写满一整本书。当我不得不与爸爸亲爱的脸庞分别时，心里真是难过。要不是身边坐着一位爱尔兰妇人，带着4个哭闹不休的小家伙，让我分了心，我恐怕真要掉眼泪了。每当哪个孩子张嘴要嚎啕大哭时，我就朝他们扔小块的姜饼。太阳很快就从云里出来了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兆头。剩下的旅途我也非常享受。科克太太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，让我立刻就有了家的感觉，尽管我身处一座满是陌生人的大宅邸里。他给我留了一个雅致的阁楼小套间，那是他唯一空着的房间了。房间里有小厨房，窗边还有一张书桌，阳光可以照进来，这样我随时都能坐下来写作。窗外的景色极好，对面教堂的塔楼也赏心悦目，足以弥补爬许多级楼梯才能到达我这个小巢穴的辛苦。我从第一眼就爱上了这里。我上课和做针线活的房间很舒适，就在科克太太的起居室旁边。她的2个女儿都很漂亮，但相当娇生惯养。当我给他们讲了气质坏小猪的故事后，他们就喜欢上我了。我觉得我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家庭女教师。如果我愿意，我可以和孩子们一起吃饭，不必在主餐桌上用餐。目前我就是这么做的，因为信不信由你，我其实挺害羞的。科克太太用慈母般的口吻对我说：“亲爱的，希望你在这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。如你所想，家里人这么多，我总是忙得团团转，我总是东奔西跑的。但现在知道孩子们有你照管，我就能大大松口气，安心多了。你需要的时候，随时可以来我的房间，希望你在自己的小书房里住得舒心。下午你都有空，家里也常会有一些有趣的人可以聊聊天。如果遇到什么问题，尽管告诉我，我们会尽力让你过得愉快。下午茶的铃声响了，我得赶紧去换顶帽子。说完，他就留下我独自熟悉这个新鸟巢了。不久之后，我下楼时看到了一些让我高兴的事情。这栋房子的楼梯很长，我当时正站在3楼的楼梯平台上，想让一个吃力地端着东西上楼的女佣先过。这时，一位样貌有些奇特的男士走了过来。他从女佣手里接过沉重的煤豆，一直提到楼上，放在一扇门边。然后他转向女佣，带着亲切的示意，用外国口音说道：“这样好多了，你的背还太年轻，不该搬这么重的东西。”你们不觉得他很友善吗？我喜欢这种举动，因为正如爸爸所说，人的品格体现在细节之中。那天下午，我向科克太太提起这件事时，她笑着说：“那准是贝尔教授，他总是做这种事。”科克太太告诉我，这位教授是一位来自柏林的学者，非常有教养，心地善良，却穷得叮当响。他靠教书来养活自己和2个年幼的侄子。这2个孩子成了孤儿后，就一直由他照料。他们住在这里，是遵从他已故妹妹的遗愿。她嫁给了一位美国人，希望孩子们能在这个国家接受教育。这个故事算不上特别浪漫，却引起了我的兴趣，而且我很高兴科克太太借给他一个房间，让他能给学生们上课。那个房间就在我教室的隔壁，中间只隔着一扇玻璃门。我打算在他工作的时候偷偷观察一下。我会告诉你们我的发现。妈妈，别担心，他快40岁了，没有危险。喝完茶，
把孩子们哄上床睡觉后，我便开始对付那一大篮子等着我做的针线活，与我的新朋友聊着天，度过了一个宁静的夜晚。我会每天写一点，然后每周给你们寄一次。那么晚安，明天见。星期二晚上，今天早上我忙得不可开交，因为我的学生们一刻也静不下来。到后来，我明白他们需要些活动，灵机一动，我临时安排了一节体操课。我让他们一直做体操，直到他们觉得能坐下来安静待着，简直是梦想成真。午饭后，女佣带他们出去散步，我就像小梅布尔一样，非常专注地做起了针线活。正当我为自己擅长缝纫扣眼而暗自庆幸时，听到隔壁房间的门开了又关上，接着有人低声哼唱起来，像大黄蜂嗡嗡叫似的，唱着你可知道那片土地。这是歌德作品《威廉麦斯特的学徒时代》里主人公唱的歌。我知道这样做不好，但我还是忍不住掀起一点窗帘，透过玻璃门向里窥视。我看到了贝尔教授，他是个典型的德国人，身材相当魁梧，有一头浓密的棕色头发，蓄着浓密的胡须，鼻子很有趣，眼神是我见过最和蔼的，声音洪亮，吐字清晰。对于听惯了美国人那种粗鲁含糊发音的耳朵来说，简直是一种享受。他的衣服看起来有些旧了，手很大，脸上唯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一口整齐的牙齿。不过我很喜欢他，因为他有颗漂亮的头颅。他的白衬衫一尘不染，虽然外套少了2颗纽扣，鞋子上打着补丁，但他看起来像个真正的绅士。他看上去很严肃，尽管一直在哼着歌，直到他走到窗前，把风信子转向阳光，然后抚摸着猫咪。那猫咪像迎接老朋友一样迎接他。这时，他笑了。有人敲门，他用洪亮而有力的声音说：“请进。”我正要赶紧溜走，却瞥见一个抱着本大书的可爱小女孩走了进来。于是我留下来看个究竟。我要找贝尔。小家伙一边喊着，一边把书啪的一声扔在桌上，跑向了他。当然，你的贝尔在这儿呢。来，抱一个，蒂娜。教授说着，哈哈大笑的把他举过头顶，小姑娘得低下她的小脸蛋，才能亲到他。现在你要去学习了，这位可爱的学生接着说。于是贝尔先生陪他走到一张课桌旁，打开他带来的那本大字典，递给他纸和笔。很快，小姑娘就开始涂涂写起来。她时不时翻过一页，用胖乎乎的小指头在书页上划拉着，直到找到想要的词。她工作的那么认真，我好不容易才忍住笑，免得暴露了自己。贝尔先生站在他身旁，慈爱地抚摸着她美丽的头发，那神情让我觉得她一定是他女儿，尽管那孩子看起来更像法国人。不久之后，又有人敲门，我看见2个年轻姑娘走了进来。我对自己说，该回去做我的活儿了，于是便专心致志地缝起针线来。尽管隔壁房间传来了嘈杂声和叽叽喳喳的说话声，其中一个姑娘带着明显的做作腔调笑着，嗲声嗲气地重复着：“教授，求您了。”另一个则把德语说得糟糕透顶。我想那男人一定费了很大劲才保持住了镇定。显然，他们俩都在考验他的耐心，因为我不止一次听到他非常激动地说：“不是这样的，你们根本没注意听。”有一次还传来一声巨响，好像他用书本猛地拍了桌子，接着是一声，根本听不进去。今天真是诸事不顺。可怜的人，我真同情他。那2位年轻小姐走后，
我又偷偷瞧了一眼，看他还好不好。他筋疲力尽地瘫在椅子上，闭着眼睛，直到钟敲了2点。然后他猛地站起来，收拾好书本，像是为下一堂课做准备似的。接着走向在沙发上睡着了的小蒂娜，悄无声息地把她抱走了。我想这位可怜人一定吃了不少苦。科克太太问我5点钟是否愿意下楼和他们一起用餐。由于我想家了，觉得这是个好主意，因为这样可以认识和我同住一个屋檐下的人。我打扮了一下，虽然我尽量躲在科克太太身后，但她个子矮，我个子高，所以我想不引人注意的努力还是失败了。她示意我坐在她旁边，等我脸上的红晕稍退，不再那么害羞之后，我才鼓起勇气环顾四周。长长的餐桌坐满了人，大家似乎都对食物比对其他任何事情更感兴趣，尤其是男士们，他们一吃完就无影无踪了。同席的有用心思考的年轻人，有彼此十分关注的年轻夫妇，有全心照顾孩子的已婚女士，还有只谈论政治的年长绅士。我觉得自己和他们格格不入，只有一个面容和善的老姑娘看起来还有点意思。教授坐在餐桌的一头，一边是一位好问但听力不佳的老绅士，他的大声回答老绅士的问题。另一边是一位与他谈论哲学的法国人。如果艾米在场，他一定会永远不再理睬他，因为这位可怜的教授看起来饿极了，狼吞虎咽的样子会把我们那位敏感的小姐吓坏的。我倒不在乎，因为正如汉娜常说的，我喜欢看人津津有味的吃饭，而且我觉得这位可怜人在给那些蠢姑娘们上完课后，补充点体力也是合情合理的。晚饭后，我上楼时，听见2个年轻人在大厅的大镜子前一边整理胡须一边聊天。那个新来的是谁？一个问道。一个家庭女教师之类的。她为什么和我们一起吃饭？我想她是太太的朋友吧。长得还行，就是土气了点，没风度。一点儿也没有。得了，哥们儿，走吧。起初我很生气，但很快就消气了。家庭女教师和任何人一样有尊严，就算我没有风度，至少我有头脑，这可比那些只会在镜子前搔首弄姿，像烟囱一样吞云吐雾的油头粉面的家伙强多了。我真讨厌那些麻木不仁的人。星期四。昨天我过得很平静，我一直在我的小书房里备课、缝纫和写作。点上壁炉的时候，那里尤其舒适。我打听到一些事情，还被介绍给了教授。原来，蒂娜是一位负责洗衣的法国熨衣女工的女儿。小家伙非常崇拜贝尔先生，像只小狗似的寸步不离地跟着他，而他也乐在其中，因为他虽然单身，却非常喜欢孩子。基蒂和明妮科克也非常喜欢他，总是谈论他发明的戏剧游戏，他送给他们的礼物，以及他讲的那些精彩绝伦的故事。年轻的先生们会取笑他，给他起些像老弗里茨、淡啤酒、大雄心之类的绰号，还拿他的名字开玩笑，但他从不介意。据科克太太说，他是个热心肠的人，尽管有些古怪的习惯，但人人都很喜欢他。那位老姑娘是诺顿小姐，一位富有、有教养而且和蔼的女士。今天我们在晚餐时聊了天，我决定再下去吃饭，因为观察人很有趣。她邀请我去她的房间拜访，她的房间里摆满了精美的书籍和画作。她认识许多有趣的人，而且看起来非常友善，所以我打算努力和她搞好关系，因为我喜欢接触上流社会。当然，我指的不是艾米所说的那种。下午，我正在客厅里，贝尔先生
进来给科克太太送报纸。他当时不在，但机灵的明妮立刻介绍了我。这是马奇小姐，妈妈的一位朋友。是的，她很有趣，我们都很喜欢她。基地补充道，她可真是个小淘气包。我们互相问好，都笑了，因为妹妹那么正式的介绍之后，小姑娘坦率的评论让我们觉得很有趣。啊，是的，我听说这些小淘气鬼让您受了不少罪，马奇小姐。如果您再遇到麻烦，尽管叫我，我会来帮忙的。她边说边威胁似的皱了皱眉头，把那2个小家伙逗得乐不可支。我答应了他，贝尔先生就离开了。但命运似乎总想让我们不期而遇，因为今天，当我经过他卧室门口时，不小心用阳伞碰到了门，门一下子就敞开了。我发现他穿着衬衣，一只手拿着紫蓝色的大袜子，另一只手拿着跟缝补针。他似乎一点也不为这副模样被我撞见而感到难为情。我道了歉，正准备继续走路，他挥了挥手。袜子并没放下，用他那特有的洪亮欢快的声音说道：“今天天气真好，适合散步。祝您一路顺风，小姐。”我笑着走下楼梯，心里却觉得有些难过。可怜的男人竟然要自己缝补衣服。我知道德国绅士会刺绣，但缝补袜子是另一回事，一点也不雅致。星期六。今天没什么值得记录的事，除了我去拜访了诺顿小姐。她的卧室里摆满了各种美好的事物，而且她非常和蔼，给我看了她所有的珍藏，还问我是否愿意做她的陪伴，和她一起去听讲座，参加音乐会。她说话的口气好像是在请求我的帮助，但我肯定科克太太已经跟她谈过我们家的情况，她这样做是为了照顾我。我依然骄傲的像个魔鬼，但是接受像他这样的人给予的这类帮助并不会让我感到不安，所以我欣然接受了。当我回到教室时，听到隔壁房间里一片喧闹，便偷偷瞧了一眼。只见贝尔先生四肢着地趴在地上，蒂娜骑在他的背上，基地用一根跳绳牵着他。与此同时，明妮正把小块的饼干扔给2个孩子，他们像关在用椅子临时搭成的笼子里的2头小狮子一样咆哮着。我们在玩驯兽师的游戏，基地解释说。我骑在大象身上，蒂娜尖叫道，紧紧抓着教授的头发。妈妈允许我们星期六下午弗朗茨和埃米尔来的时候，想怎么玩就怎么玩。那大象坐了起来，虽然它看起来和大家一样兴高采烈，却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我向您保证，这是真的。如果我们闹得太凶，请告诉我，我们会小声一点。”我答应了他。然而，我把门开着，和他们一样享受着这份乐趣，因为我从未见过如此热闹的场面。他们玩了捉人游戏，玩了打仗游戏，跳舞，唱歌。天快黑的时候，他们都躺在沙发上，围在教授身边。教授给他们讲了许多迷人的童话故事，有关于在烟囱上筑巢的鹳鸟的，也有关于乘着雪花旅行的科波尔德的。美国人要是也能像德国人这样淳朴自然，那该多好啊！你们说是不是？我太喜欢写作了，简直停不下来，但我必须因为钱的问题而打住了。虽然我用的是很薄的纸，字也写得很小，但一想到寄这封长信要花多少邮票钱，我就心头发颤。艾米的信你们看完后就寄给我吧。我知道在他的那些精彩奇遇之后，我的这些琐事会显得平淡无奇，但我想你们还是会喜欢收到我的消息的。泰迪怎么样了？他是不是用功过度，
以至于没时间给朋友们写信了。贝斯，替我好好照顾他，告诉我孩子们的近况，并带我亲吻大家。爱你们的，乔。又急。重读这封信，我惊讶地发现自己提了这么多关于贝尔先生的事。你们知道，我总是对特立独行的人感兴趣，而且这儿也没太多别的新鲜事可写。祝福你们。12月。我亲爱的贝特西，因为这是一封匆匆写就的信，我就直接寄给你了。我知道你会觉得有趣，也能从中了解我的种种经历，虽然没什么特别的，但也相当有趣。正如艾米会说的，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努力，在心智和品德的培养方面，我的想法开始结出硕果，小嫩芽也如我所愿开始生长了。他们的陪伴不像蒂娜和孩子们那样令我愉快，但我很好地履行着我的职责，他们也挺喜欢我。弗朗茨和埃米尔是2个非常活泼的孩子，他们偷走了我的心，因为美国和德国2种性格的融合，总是能碰撞出持续不断的火花。星期六的下午总是非常美妙，无论我们是待在家里还是外出。如果天气好，我们就一起去散步，由教授和我负责维持秩序，我们玩得非常开心。到这个时候，我们已经是很好的朋友了，而且我已经开始上他的课了。我无法拒绝，一切发生的那么出人意料，我必须得告诉你。让我从头说起。有一天，我路过贝尔先生的房间时，正在里面忙活的科克太太叫住了我。亲爱的，你见过这么乱的狗窝吗？快来帮我整理这些书。我为了找出不久前送他的那6块新手帕，把这儿翻了个底朝天。我走了进去，在我们寻找手帕的时候，我趁机打量了一下房间。的确，那是个十足的狗窝，到处都堆满了纸张和书籍，壁炉架上放着一个破烟斗和一只旧长笛。一只羽毛蓬乱、没有尾巴的小鸟在窗台上啾啾叫着，另一个窗台上则摆着一个装着小白鼠的盒子，纸堆里散落着做了一半的小船和一些绳子，几双又小又脏的靴子在壁炉前晾着，而他如此疼爱的孩子们则把他们的痕迹弄得到处都是。翻找了半天，我们找到了3块丢失的手帕，一块在鸟笼里，一块沾满了墨水，第3块则被烧焦了，因为他曾用它从火里取东西。真是个怪人，科克太太叫道，并没有失去幽默感，同时把这些遗物放进了洗衣袋。我想他准是把其他的都撕了，用来给小船做帆，或者给孩子们包扎划破的手指，再不然就是当风筝尾巴了。这太糟糕了，但我又没法责备他，他总是那么心不在焉，又那么善良，任凭孩子们把他使唤得团团转。我提出过帮他洗衣服和缝补需要的衣物，但他总是忘了把东西给我，而我也忘了提醒他。就这样，我会把一切都整理好的。我说，这不算什么麻烦，而且他不必知道。我很乐意做。他对我很好，帮我取信，还借书给我。于是，我便负责整理他的东西，还缝补了2双袜子。他自己尝试缝补过，结果弄得不成样子。我们谁也没提这件事。我希望他永远也不会发现。但上周有一天，他当场抓住了我。听他给别人上课听多了，我自己也想学了。蒂娜老是进进出出教室，而且总是把门开着，所以我什么都听得见。当时我正坐在那扇门边，缝完一只袜子，努力理解他刚才给一个和我一样笨的新学生讲解的内容。那个年轻姑娘走了，我以为她也离开了。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，便开始大声地复习课文，有些可笑地前后摇晃着身体，
突然，我看见一个脑袋探了进来，听到有人在轻轻地笑。是贝尔先生，他正示意蒂娜不要出声。好吧。当我在他的注视下猛地停住，困惑地看着他时，他说道：“你偷听我讲课，我也偷听你复习。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，但我很想知道，不开玩笑，你愿不愿意学德语？”当然愿意，可是您太忙了，而我又太笨，学不会。我红着脸回答。胡说，我们总能挤出时间，而且一定能让你学会。今天下午我很乐意给你上一课，因为我觉得亏欠你很多，马奇小姐。说着，她指了指我正在缝补的那只袜子。当然，我那些亲爱的女士们会说，这个老傻瓜不会注意到我们做了什么，也不会奇怪他的袜子怎么不再有洞了。他会以为旧扣子掉了，新扣子会自动长出来，鞋带也会自己系好。引号，但事实是，我有眼睛，而且看得很清楚。我也有心，懂得感恩。来吧，我们以后时不时地上一次课，不然你就别再当我和孩子们的守护仙女了。当然，在那之后我什么也说不出来了，而且因为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，便答应了这个交易。我们开始互相学习了。头4节课下来，我被语法搞得晕头转向。教授对我非常有耐心，但这对他来说一定是一种折磨。他时不时地用绝望的眼神看着我，我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哭。事实上，我两种都做了。有一天，当我羞愧懊恼地叹了口气时，他把语法书往地上一扔，走出了房间。我感到非常窘迫，以为他再也不会回来了，但我能理解他。我正手忙脚乱地收拾东西，打算躲回自己房间去。这时他又走了进来，笑容满面地宣布：“好吧，现在我们试试新方法。我们一起来读这些有趣的童话，忘了那本枯燥的语法书吧。把那本枯燥的语法书放到一边去吧。”他说话的语气那么温柔，又打开了汉斯·安徒生的童话书，用那么真诚友善的态度邀请我一起阅读，这使我更加为自己感到羞愧。于是我摆出一副勤奋好学的样子，似乎让他觉得非常有趣。我忘了羞怯，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阅读中。我尽了最大努力，尽管读那些长单词时舌头老打结，发音也全凭感觉。当我读完第1页，停下来喘口气时，他鼓起掌来，用他惯有的热情高声喊道：“太棒了，我们进展顺利。现在轮到我了，注意听。”于是他开始用德语朗读，他洪亮的声音使每个词都铿锵有力，那股热情劲儿真是少见。幸运的是，那是个非常有趣的、坚定的锡兵的故事。虽然我不是每个词都懂，但还是忍不住哈哈大笑。他读得那么投入，我又那么激动，整个场面在我看来滑稽极了。从那以后，一切都开始好转了。现在我读课文读得相当不错了。这种学习方法对我很有效果，因为我是从故事和诗歌中学习语法的，就像良药裹上了糖衣，更容易下咽。我非常享受这个过程，而他似乎也还没有厌倦，这足以说明他的优点，你不觉得吗？因为我不好意思付他学费，所以圣诞节我会送他一份厚礼。妈咪，你有什么主意吗？我很高兴老李现在很快乐，也很忙碌，不再抽烟，头发也留长了。显然，贝斯对他的影响比我好。我不嫉妒，亲爱的，继续努力吧，但是可别把他变成一个圣人。我担心，如果他失去了那份天生的顽皮，我就不会那么喜欢他了。请把我信里的一些内容读给他听，因为我没时间给每个人都写信，这样他就能知道我的近况了。
感谢上帝，贝斯的身体好多了。1月，新年快乐，亲爱的家人们，这当然也包括劳伦斯先生和一位名叫泰迪的小伙子。你们不知道收到你们寄来的圣诞包裹时，我有多么高兴。直到傍晚，我已经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，包裹才送到。信是早上收到的，但你们没有提包裹的事。我想你们是想给我一个惊喜吧。我当时还有点难过，以为你们把我忘了。晚饭后，我有点垂头丧气地回到自己房间。当他们把那个又大又破、沾满泥污的包裹递给我时，我一把抱住它，高兴地跳了起来。那感觉就像回到了家。我坐在地上，像个傻瓜一样，又读又看，又吃又笑，还哭了一场。礼物正是我所需要的，而且知道是你们亲手做的而不是买的，这让我心里暖洋洋的。贝斯送的墨水瓶太棒了，汉娜寄来的那盒硬姜饼简直是无价之宝。我会用你送我的手套，妈咪，也会读爸爸让我读的书。谢谢大家，无数个吻。说到书，我开始积攒起一个不错的私人小图书馆了。贝尔先生送我的圣诞礼物是一本莎士比亚作品集，那是他非常珍爱的一本书。我曾不止一次看到它摆在显眼的位置，旁边是德文版圣经，以及柏拉图、荷马和米尔顿的著作。所以你们可以想象，当我收到这本书，看到扉页上写着赠与挚友弗里德里希·贝尔时，有多么激动。你总说想有个图书馆，他告诉我，诺，现在你有了。因为这本书的封面之间就藏着许多本书。仔细读它，它会对你大有裨益。研究这部作品中的人物，能让你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，然后用你自己的语言去描绘它。我谢过它，现在我常把我的书说成我的图书馆，好像我真的拥有上百本书似的。直到贝尔先生为我讲解，我才意识到莎士比亚的作品是多么丰富。别取笑他的名字，我知道他听起来很怪，但用德语念出来就没那么糟了。我很高兴你们喜欢我告诉你们的关于他的事情。希望有一天你们有机会认识他。我知道妈妈会欣赏他的善良，爸爸会欣赏他的学识，我则因为这两者而敬佩他，并且很高兴能有这样一位朋友。因为我没多少钱，也拿不准什么东西能让他开心，于是就挑了几样小物件，悄悄放在他房间的不同角落，好让他偶然发现。这些礼物各有特色，有的实用，有的美观，有的则充满趣味。比如一个碗碟沥水架，一个花瓶。他总喜欢在房间里用杯子插一朵小花或一片绿叶，说是能让人心情愉悦。还有一个烤箱手套，免得他再像艾米常说的那样烧坏自己的手帕，尤其是在从火炉里取东西时。这个手套我是照着贝斯送给梅格的那个样子亲手缝制的，又厚又大，还特意做成蝴蝶的模样，黄色和黑色的翅膀，毛线做的触角，还有珠子串成的眼睛。他非常喜欢，竟把这只蝴蝶当作装饰品摆在壁炉架上，结果原本的用途反倒被耽误了。虽然他并不富裕，却总是记得给每个人准备礼物，从仆人到孩子，无一遗漏。而大家，无论是那位法国洗衣女工，还是诺顿小姐，也都惦记着他，这让我感到由衷的欣慰。除夕夜，他们举办了一场化妆舞会，我们玩得非常开心。我本来不打算去，因为我没什么可穿的。但最后科克太太借给我一件旧的织锦连衣裙，诺顿小姐又给我配上了一些蕾丝和羽毛。于是我打扮成马拉普罗普夫人的样子，戴上面具，下楼参加了派对。我改变了说话的声音，
没人认出我来。谁也没想到那个平日里沉默高傲的马奇小姐，大家因为我通常在那些花花公子面前表现得冷淡矜持，都以为我是个冷若冰霜的女人，竟然会跳着那么疯狂的舞蹈，穿着那么古怪的服装，就好像她是尼罗河畔的预言的化身似的。我玩得很尽兴，当揭开面具的时候，看到大家惊讶的表情，我忍不住笑了。我听见一个年轻人对另一个说，我是个女演员，甚至说，记得在一些不起眼的小剧院里见过我。梅格一定会喜欢这个玩笑的。贝尔先生打扮成尼克伯特姆，蒂娜则扮作提泰尼亚仙后。看他们俩一起跳舞，用泰迪的话说，那真是一场好戏。就这样，除夕夜过得非常棒。后来回到自己房间，我细细回想，得出的结论是，尽管犯过一些错误，但我正在一点点进步。我现在几乎总是很快乐，工作也充满热情，而且比以前更关心他人了。这很好。愿上帝保佑你们大家。爱你们的乔。